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前面几部影片我们提过，目前最受欢迎的高阶无线电竞滑鼠就是罗技的 G Pro 系列，它的外形是属于对称式的。那各厂为了做出差异化，所以新推出的高阶无线电竞滑鼠都主打非对称型的玩家。这部影片我们好好来看看 Roccat 最近推出的 Kone Pro Air。首先，这个名字怎么念呢 ？Kone 就 Kone， 不是 Kony， 也不是 Kone， 也不是玉米，就 Kone。先看外形，长 125.6 厘米，最宽72厘米，高度40。这是一只中大型的滑鼠，但实际上握起来没有数字看起来那么大。首先，拇指这边有内凹，底部再滑出来加宽，增加拇指指根的饱满度。这样的设计表示你的拇指可以舒服的扣住，而且使用的时候不会碰到滑鼠垫。这点，如果你是喜欢手指碰触鼠垫增加控制力的玩家，你可能会不习惯。这个内凹做得很舒适，接触的点也蛮后面，就算你的手小一点，拇指短一点也可以用。右侧给无名指、小指的内凹就有点极端，如果你习惯扣进来到中段，翻过来看就可以看到真的收得蛮内侧的。所以当你施力握住的时候，其实重心中心点从上面来看是稍微偏左的。也就是从底部看，重心会在感应器的右侧一点点的位置。我自己用起来是对准确度没有负面影响，但我想值得提出来让你们知道。回到握感，最高点偏中段的设计，让掌心可以舒适的服帖，掌根可以碰到桌面。右侧的内收其实收到比上半部还里面，制造了一点角度，加上左侧给拇指的内凹，还有这个材质，让抬鼠的动作非常容易，也不用担心大幅度抬鼠的时候滑鼠会喷出去。对不起，讲到材质，我觉得是这个滑鼠的最大亮点。Roccat 说这个材质叫 Bionic Shell 仿生外壳，在 Apple 开始为自己的技术命名之后，各家都欢喜的加入了这个潮流。Roccat 还为了这个滑鼠做了很多很帅的命名，你看下去就知道了。我买的是白色，对，只要有得选，我都会挑白色，嘿嘿。这个材质摸起来是雾面的，但又不会软到像亲肤材质那样让你担心耐用度。几乎看不到打油的状况，而且玩游戏故意不开冷气流手汗也不会变得太滑或是粘黏。侧面有做防滑条，但几乎感觉不到，这也表示污垢比较不会卡在里面。以表面材质来说非常优秀。我们从按键前半透光区域就可以看到蜂巢设计在内侧，跟我之前介绍过的 Keris Wireless 很类似，用这种方式维持强度，然后降低重量。这个按键特殊功能呢，前半段透出 RGB 真的有够帅，不是那种在掌心位置或在滑鼠底部的，在左右键上你平常使用真的看得到。按键是分离式，组装品质还算不错不太会左右晃动。微动是 Roccat 自己的 Titan 泰坦光学轴，你看这名字多霸气。这个光学轴需要触发的施力很适中，但右键稍微比左键重手一点点，按下去有点空洞感，跟雷蛇的光学轴手感有点像，是完全可以习惯的。但触发之后的后行程又有点长，有点可惜。如果你按滑鼠的位置是接近前端，那有可能会打到底壳。如果你像我一样手比较小，那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可能又因为这两片按键做的又长又厚，所以整体手感稍显笨重。当然，光轴理论上是有耐用度跟速度的优势，但我觉得见仁见智。反倒是跟雷蛇光轴的相似程度，让我会担心会不会用久了之后也像雷蛇那样松垮垮的，在这个价位上是不被允许的哦。但因为这个按键长度，基本上这个设计可以通吃趴握、爪握或直握的玩家，真的是蛮贪心的。然后是这组做的很大的侧键，中间有一个简单的小分隔，让你可以辨识前后键，但位置稍微有一点高。我们拿最高43厘米的 Voxy AX 来做比较，就可以看到这个高度，需要一些练习来习惯。表面有做成雾面来防滑，按压手感偏软，而且有些没必要的后行程。如果你侧键放腰射的话，有可能会影响你握滑鼠的力量。接下来谈谈这个滚轮 ，Roccat 叫它 Titan Wheel Pro， 加个 Pro 听起来都比较厉害。这个滚轮蛮特别的，是用铝做的，所以轻量化也很坚固。摸上去手感冰凉，很舒服。滚轮是24段，手感没有到Zoe那样明确，但已经非常够用。重点是声音很安静，还带点金属感。
然后按下去的手感也不算太费力，整体真的蛮好用的。如果高度能再低一点点，可能会更顺手、更完美。整体做工以无挖孔设计来说不算差，虽然上下用力压进去会有点嘎嘎声，但实际使用会感觉到的只有侧键的部分。这个大小跟重量控制之下，有这样的品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这边做一段声音测试。底部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游戏模式切换键，中间是 2.4G 无线开关，还有蓝牙模式切换键。下面有可以让你放 USB 接收器的槽，这个真的是必备咯。Roca 说他们的无线传输技术叫 Stellar Wireless， 很棒的无线传输，幂美100分，实际用起来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延迟。中间的感应器 Roca 说叫 OI 鹰眼 19K 感应器，帅吧？其实就是 Pixar PAW3370的定制版本。可以看到这个感应器旁边有一圈角贴，搭配上下2片的角贴。这个 PTFE 鼠角非常的滑，加上重量75克，滑鼠又属于中大鼠，用起来会感觉比75克还轻。看这个角贴半透明的程度，我有点怀疑会不会是纯度比较高的 PTFE， 但不是最纯就最好哈。耐用度的部分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会知道了。线材的部分 Roca 说叫 Phantom Flex 幽灵弹性线，帅到没朋友，不会软到容易垂到桌上，弹性也不错，比较细一点，比较好进属线夹。不过当然这个滑鼠大部分会是无线使用。然后包装里面没有附上 Type C 转 Type A 的转接器，让你把感应器拉上桌面。这个价位没给真的是该打屁股咯。进到软体的部分，这个画面是放大过的，原本的字体很小，而且我找不到地方改。如果有知道怎么改的观众，麻烦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可以看到功能蛮完整的，滚轮速度、双击速度，甚至 Windows 指标速度都可以从这边一起调整。按键指派可以更换每个按键的功能。右边这个 Easy Shift 可以让玩家建立自己的组合键。照明这边就是特殊功能。进阶设定这里有电池状态，还有讯号强度。我直接把接收器插在桌子下面的主机，讯号是这样。如果拉上来桌面直接全满，所以没有副转接头真的不应该。再编一次。这个 Energy Saving 打开表示 LED 亮度会被限制到 30% 以下，然后滑鼠静止3分钟就会进入睡眠模式。再动一下或是按按键就会被唤醒。右边这边就是回报率、工作高度，下面这里就是设定不一样的游戏设定。如果你不喜欢每次都要动软体，这个滑鼠也可以按底部模式切换键加左键3秒钟进入无驱动设定模式，直接控制 DPI、回报率、工作高度、LED 亮度甚至模式。再重复一次这个操作就可以记录，然后离开设定模式。不管是软体或是滑鼠本身，功能都相当完整。OK， 实际使用上 Compron Air 这个中大型右手人体工学滑鼠，对我偏小的手来说也不难适应。手放上去很自然的变成比较放松的爪握，适合手臂流的玩家，左右横移、前推后拉，表现都非常不错。如果你使用滑鼠的方式，拇指不会碰到桌面，也可以接受这个右侧比较激进的内凹。Compron 这个外形还有出有线的，都值得你尝试。Roca Compron Air 的建议售价是台币3890。我觉得无线电竞滑鼠卖到3500以上都算卖贵了。在我制作这部影片期间，美金降到99.99，这才像话嘛！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看到一些优秀的无线电竞滑鼠出现在市场上，来降低整体价格。受惠的最后一定会是我们消费者们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防疫期间，请多买几只滑鼠，好好在家里玩。如果想看更多周边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Jimmy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